哎，坐好吧，坐好吧，给你带上。看样子今天是着急了，看我给他带脖圈，主动都坐下了。好，我们准备走了啊，乖孩子 ，come。早晨的话得带他去路上遛弯，因为后院的草地上还是有好多的露水的。Stay, Maxim. Come. 现在每天都是刻意的训练他一下，让他开门的时候等一下我们，等我出去之后，然后让他 come， 再让他出来。牵绳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把绳子弄短，让他跟随着我们，而不是让他跑在前面拽着我走。马上万圣节就到了，好多邻居都已经开始装饰了。看这家装饰的还挺漂亮的，挺有感觉的。这 Maxim 是看到路上的小松鼠啊，都特别的兴奋。现在秋天到了，好多树的叶子已经开始发红或者是发黄了，外面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，天气越来越好，也是适合外出徒步啊、旅行的时候。不过最近因为是 Maxim 刚来嘛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外出活动的时候情绪啊，或者我们能不能控制得住他，所以呢，这种好的季节我们也没安排出门远行。养了狗之后吧，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，出门就没有那么方便了。Maxim 停，刚才看到他耳朵上有什么东西，仔细看了一下，原来也是他的大鼻涕。这 Maxim 因为是有伤口，所以一直不能洗澡，身上其实还是挺脏的。遛弯回来了，让他在草地上走一走，看看是不是尿个尿，或者是拉个臭臭。哦，果然是开始尿尿了。他要是不走上一圈啊，连尿都不肯尿。这大狗的憋尿能力还是挺强的。好了，咱们回去吧。等一下 ，stop。Maxim 要等着我好不好？等5秒钟好不好？1、2、3、4、5 ，come。把门给关上，这样的话，在院子里边就可以把它放开了。草地上面还是特别的湿啊。Maxim， 你去有阳光的地方晒一晒吧。他还是一直打喷嚏、流鼻涕，现在有点怀疑他不是感冒，是不是过敏呀？好，把你链子摘开了，自己跑一跑吧，跑一跑，一会儿回来吃饭。还是在弹脖子，离下一次吃驱虫药的时间还有一阵子，大概有2周时间吧，还得再等等。Maxim， 回来喝点水，你的水和饭都准备好了，还不想吃呢，还想出去？那你先去外面跑一跑吧。哎呀，他是在外边，如果没活动够啊，早晨根本是不想吃饭，也不想喝水，把自己的球又找着了。我刚才自己去准备早餐了，看看 Maxim 他自己在外边好像是吃了一点他的狗粮。这是今天给他准备的早餐，有德牧专用的鸡肉味的狗粮，半个煮鸭蛋，一点蒸南瓜，还有一点煮豌豆。看这样子他吃了大概有1半左右吧。Maxim， 今天吃的东西有点少啊，看起来早晨带他的活动量还是不够。如果是活动量够的话，他刚刚那些东西应该是全都吃完了。他就是太粘人了，走到哪儿跟到哪儿。刚刚我遛他回来，我就去自己准备早餐去了，然后他就趴在门口等着我，也不自己到处跑到处活动，不去里头钻。Maxim， 乖宝宝不要到处乱钻啊。现在给它散养，就怕它到处乱钻、到处乱跑，因为院子里边还是有一些树，然后里边会有虫子，有的地方还有可能有毒草。现在散养它主要是有3个比较大的问题，除了刚才提到的树林呀、虫子呀、毒草这些自然环境，还有就是这鸡鸭鹅呢不能是放出来，它跑到麦麦豆豆的这玩具小屋里边待着了。你想把这儿当成自己的房子呀？还有一点是院子里边会有脏水，那种下雨的积水呀，或者是给鸡的那些水，它自己也会喝，管也管不住。吃东西我们倒不太担心，这院子里面的东西它倒是不会乱吃。Maxim， 看我一跑的话，它就会跑起来。嘿，
Maxim， 还是需要人陪着他玩，他才开心。有时候感觉他真的就跟豆豆麦麦一样，像豆豆麦麦，他们两个就要我或者丽丽陪着他们玩，他们才更开心。要让他们两个自己玩呢，他有时候就没那么大的乐趣。这 Maxim 也是，我也该吃自己的早餐了。这是我今天早晨的主力，当然就是自家养的3个煮鸡蛋了，还有一片全麦的面包，一点点杏仁，家里边自产的无花果、枣，还有买的橙子。当然不可能少了一大杯的黑咖啡，再配一点点的减脂脱乳糖的牛奶了。有时候就觉得这周末啊，简简单单的生活还是挺轻松挺惬意的。简单的早餐再加上一大杯的黑咖啡，坐在这儿休闲一下，心里边还是非常舒服的，整个人都可以放松下来，工作一周的所有的疲劳和烦恼就全都没了。一会儿吃饱喝足之后呢，到家里边把家里稍微收拾收拾啊，碗呀洗一洗。之后我打算带他去我常跑步的公园里边去逛逛，不知道第一次带他去外边会是一个什么样子。我当然不能跑步了，就带他散散步。对了，这完全红透的梨枣啊，确实是挺好吃的。上一次摘的那个半红的就没那么甜，也没那么多汁水。这个红透了的，别看它上边都有一点点干的皱纹了，但是还是特别的脆，特别甜。味道是相当不错。我好像是顺序搞错了，吃完了这甜枣再吃无花果就没那么好吃了，应该先吃无花果的。虽然无花果也很甜，但是跟枣比起来还是差多了。看这 Maxim 抱着他自己的球就在我旁边趴着，也不出去玩了。这草地还是稍微的有点湿，不过现在他伤口呢已经差不多是恢复了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，所以现在也不太多管他了。就是这感冒啊、流鼻涕、打喷嚏还是不好，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房子上边呢有一只鸟一直在那儿待着。我这门口这小房子呢稍微的有一点破旧了，所以鸟会在旁边这种缝隙里边筑巢。还有那儿有一块板子也裂开了，还没机会给它修上。这一到了秋天呢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活，就是院子里边这种大叶的树的叶子要给它收集起来，然后用袋子装起来，或者是用它来堆肥，或者是铺到鸡窝里边去。我去年的时候还用这种叶子给无花果啊还有柿子树保温保暖，这如果是干透的话应该也行，不过用麦秆会更好一点，麦秆里边不会有虫子，这种呢还是有可能有虫子或者是虫卵的。这种叶子呢我们是不敢让它散落在这树的周围的，因为这些叶子吧它堆积起来会下边产生潮湿，招好多的虫子，有时候呢还会引来一些蛇，这样的话不是特别好。我们明年呢也不会在这树的周围再种植这些盆栽了，有这些东西在呢就会在我们吃饭的这附近，当然户外啊吃饭的这附近呢产生好多的蚊子。这去年种的迷迭香1年的时间已经长这么大了，这下边的盆太小了，我可能得给它换一个大点的漂亮点的盆子了。 Maxim 呀，你看上爸爸的吃的了吗？不是啊，他对自己的这个球真是爱不释手，哎呦不对，应该是爱不释嘴，老是叼来叼去呀，一直叼着。哎呀，还保护呢，你看，看着他的球，不想让我拿，看，我想给拿走啊，用脚，用这个脚使劲的拽着啊，不会咬我吧？哎呀，舔我舔我，他不会咬人的，但是会舔，你看，哎呀，看这球看得可紧了。先让他自己玩吧，赶紧把我的早餐吃完，还有好多的活要干呢。已经到中午了 ，Maxim 一直在门口趴着休息。这外边现在还是比屋里边要舒服的。他早晨的吃的呢，还是没吃完，我给收回冰箱里边了，也就吃了大概有一半左右吧。上午因为我要收拾家里边，没有时间带他在外边更多的活动，可
能还是运动量不够了。等会儿我马上就没事儿了，一会儿就带它去公园。伸了一个懒腰，要走了。这是厨余垃圾，准备拿去给鸡吃。家里边养鸡的好处就是厨余不会浪费掉了，全都可以喂鸡吃，然后鸡可以下蛋供我们吃，现在也可以供 Maxim 吃了。这家伙还是挺喜欢吃鸡蛋和鸭蛋的。好，走吧。Maxim， 你不要对鸡鸭这么凶了。现在你都吃人家的蛋，这也是你的衣食父母了。我估计现在这鸡鸭呀，肯定是特别讨厌 Maxim， 因为他在，他们都没有机会出来了。说实话，真的不知道他能不能跟鸡鸭鹅和平相处，多长时间可以做到。现在只有晚上把它关到屋里的时候，鸡鸭鹅才能放出来待上那么一会儿，拿上它的狗屎袋，得给它出去找找狗屎收一下去。现在是早晨带它遛完弯的话，得盯它一阵子，否则的话，这种散养模式在哪儿拉臭臭都不知道。我记得上午的时候看它来这边，不知道是尿尿还是拉臭，它又去那儿尿尿了。这一天还是尿好几次的，这找了一圈都没找到，看起来是我看错了，可能是在尿尿。我现在不知道邻居家那狗整天是在外边散养着，它是怎么处理的？回头有机会去问一下。又给它买了一个小的喝水的盆，这是带它出去的时候给它喝水用的。Maxim， 准备好了啊！今天带你出去看看去，一定要听话，不要太兴奋。我们给它换上了另外一个脖套，这个在外边应该是更容易控制它，因为不知道它第一次出去的表现会怎么样。来，上车。Good boy， 2瓶水，我们2个一人1瓶，它的盆儿，然后刮毛的，还有狗屎袋也都带上了。我把平常跑步的装备也都换上了，但是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跑步，估计是不太行，就带它出去走一圈吧。那一圈也挺远的呢。Maxim， 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走了，自己在后边好好的坐着啊。开了大概有10来分钟，终于到公园了，准备下车。Maxim stay。Maxim 看起来有点激动，我得慢一点。Maxim stay。好，开心了吧？这个公园还是挺大的，我是停在了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点的地方，并不是我平常跑步的时候停的地方。那边是体育场，人太多了。我从这里走吧，这儿看起来没有什么人，先让它适应一下。看到一只松鼠，今天我把绳子放的比较长，因为来公园就是带它散步嘛，让它自由自在的走一走。如果一会儿遇到人的话，我再给收紧。这还是挺好用的，这儿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提手，很容易就把它给抓住了。又看到松鼠了，特别兴奋。这公园小树林的地方距离不是特别大，走一会儿就走到头了。但是它外边跑步的地方那一圈还是挺远的，要走很久。Maxim， 看它现在是有点不是很听话了，叫它不停下来了已经。我原本还是计划跑一次巴尔的摩10月下旬的马拉松的，是全马，但最近的训练感觉不太够啊。而且我其实从来没跑过全马，怕这个膝盖受不了。再加上最近 Maxim 来了，要看他，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跑步训练了。到时候比赛的时候，可能也没有办法。现在不知道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。我想想，还是争取明年挑战一下吧。今年就先跑跑8公里呀，或者是如果有机会再跑个半马。Hello。刚才遇到另外一只狗，还是挺沉稳的。那只狗我感觉想要叫，但是没敢叫。我上一次参加巴尔的摩马拉松还是在10年前，那个时候跑的也是一个半马，没有跑全马。前2年我又跑了一次半马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。第一次挑战全马的话，还是得充分准备一下的。这毕竟啊，
半马跟全马的差距还是挺大的。马拉松啊，全马还是一个极限运动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跑的。我感觉要是跑的话呢，应该大概率也能跑下来，就是不知道成绩会怎么样，应该是能按照它的小时数跑完的。我今年再准备，争取明年挑战一下，跑出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来。现在把它的绳子收短了一点，因为要出去了。外边有体育设施，不知道那边有没有人。这边有一个很小的休息的地方，还好这边没人，可能因为现在还是有太阳，毕竟是下午嘛。这地方麦豆豆小的时候还是经常带他来的，他们也挺喜欢爬这种。现在长大了，对这东西也没那么大兴趣了。远处啊就是体育场了，橄榄球、足球啊、棒球什么的。我们还是往回走吧，尽量走有树荫的地方。这外边还是有点晒，虽然已经是到深秋了，还是热呀，太阳一晒。哎呀，又有人过来了，又是刚才那个人过来了。我还是从这边走吧，还是掉回头了，尽量不让它跟别的狗相遇。右手边是我们刚才穿过的树林，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山。继续往前走，有这种人行的道，边上停车场，然后车也可以开到这边。那边又是树林，然后就是体育场。看 Maxim 这个样子呢，还是挺开心的。已经很久都没出来到这些开阔的地方走了。前面那个小房子是可以野餐的地方。以前早晨带豆豆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跑完步都会带一些好吃的东西。其实他们最开心的就是跑完步之后吃好吃的，都是会跟他们说我们去野餐。这边有这种建的比较好一些的厕所。当然，体育场旁边还有那种简易的厕所，这里边的设施还可以的。刚才忘了，我把手环给开，记录一下走这一圈到底能走多远。这个公园不光是离家近很大，而且我最喜欢的一点是人真的是挺少的，尤其是在周六周日的白天的时候。当然，到体育场的那边很有可能他要是有训练呀或者比赛，那边的人挺多。但是像这些走路啊、骑自行车啊、遛狗的这些地方，那人就非常少了。我跑步的时候也是，其实很少能碰到人。我这遛狗啊走的倒是快，很快就达到燃脂心率了，115到138。关于燃脂啊、健身呢，还是有好多的话题和讲的，不过不太适合今天的主题，以后有机会可以介绍一下。我们其实走路一个关键点，或者是慢跑一个关键点，就是控制好心率。心率到了，对于燃脂啊、减肥啊、健身那效果是最好的。我一般会控制在120到140。当然，对于很少运动的人，可能稍微的活动，心率就一下子上去了。但是当你锻炼的时间越来越长了，就会发现你快走呀、慢跑啊，可能心率越来越低，那就说明锻炼的效果已经很好，身体素质啊、心肺功能啊都提升了。看看秋风一吹啊，这落叶从天上都飞下来了。看地上，现在还不到落叶最多的时候，过2周霜降了之后再过来的话，就遍地都是这种金黄色的叶子了。远处的叶子也应该是黄的会居多，偶尔也会有一些红色的，还是挺漂亮的。我现在还是不太敢让他跟我一起跑，等到再过1周吧，等他的伤口完全没有问题了，我再找一个安静的早晨过来跑一跑，然后带着他。我像动物这些呢，它短跑都很厉害，那长跑肯定是跑不过人的。我不知道一圈下来它能不能跟下来。我这几年通过饮食啊、健身、跑步，还是瘦了不少的，身体也是感觉越来越舒服了。相比10年前，刚刚我看到10年前的照片，那10年前真是太胖了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刚才是迎面碰见有一个警察，很少在公园能碰到警察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？刚才路上也是，在公园里边有一辆警车也是停下来。刚才说到10年前我大概高峰的时候达到过210磅，现在的体重大概应该是165到170磅之间吧，降下来有40到50磅。其实最低的时候我已经到160磅了。
这差不多也到了我的最佳体重了。像 Maxim 它这种骨骼结构，还有因为它是公狗嘛，它的最佳体重大概就是80-90磅的样子。医生跟我们说，先给它控制在95，然后后边看看通过适当的运动呀，还有饮食调整啊，让它能到90磅。它现在看起来身材其实还挺好的，不过称体重是有点微胖的。我们人是身体一发胖就肚子先胖，狗好像也是有这种趋势。如果一发胖的话，它后腿啊、腰部啊就圆滚了。人往下瘦的时候，好像我觉得是肚子的肉是最难瘦下去的。你像我坚持了这么多年，饮食控制、运动啊，其他的地方我感觉都还可以了，但是肚子呢，就是到最后才开始慢慢的从圆圆滚滚的变成了有点马甲线吧。当时练腹肌练得最狠的时候，还是稍微能看出一些腹肌了，当然没有8块了，有6块吧。现在一不运动呢又没了。一到这边没有树了，风有点大。今天没带麦克风，估计又是呼呼的风声。这天色呀有点暗下来了。这边的体育场上是一个人都没有，我感觉现在的风力挺适合放风筝的。但是今天是周日了，下周末再看看，可能带麦豆豆来这儿放个风筝，还是挺好的。我感觉我们开始养狗之后，虽然事情一下变多了，但是乐趣也多了，而且我们平常可聊的话题也是越来越多了。Maxim， 我们跑2步好不好 ？Let's go！ 哇，这跑起来我还真追不上它，这样累它一会儿，回家肯定饿了，会吃好多东西。我也是，要是跑个10几公里，跑完了之后回家稍微的休息一下。然后中午呀，或者是晚饭呀，吃的那叫一个香啊！这也是运动的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吧，能多吃好多的美食。我和丽丽年轻的时候呢，对美食啊，自己做饭做好吃的还是非常感兴趣的。这些年是因为体重上去了，各项指标也慢慢的上去了，所以还是平常比较注意饮食了。不过锻炼好了之后，这身体的指标又完全恢复正常了，还是挺开心的。有时候吃东西也是可以稍微的放纵一下吧。当然，通常周一和周五到周五吧，还是要节制一下。周六周日呢，就稍微的放纵一下。有人呢节食减肥搞得太夸张了，那肯定是坚持不了的。你只有让自己在一个特别舒服的状态下，那才能健康的减肥减脂成功。美国这边很多公园都有这种小小图书馆，这公园也有好几处。不过现在已经是电子化、信息化这么普及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从这个地方借书看。我有时候其实也是挺喜欢看一些纸质的书的，看起来比较舒服一些。但是不得不承认呀，这10几年这社会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，跟自己当初上学的时代已经是完全的不一样了。特别是这几年 AI 的火爆发展，我感觉在未来3、5年呀，还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到时候我们看看吧。这人工智能啊，科技大爆炸呀，如果到达一个起点之后，可能整个社会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不知道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应对。也许到时候过一些这种普普通通、平平淡淡、大自然的生活，可能也是一种奢侈了。真的是不好说呀。左边的那个口出去就是外边，那边有一片小区，剩下的就都是大农场那种地了。虽然现在天气凉快，我估计这样跑一会儿，这 Maxim 应该是比我先渴。等会儿还得赶紧走到车那儿，给他点水喝呀。来，咱们走下边，一会儿带你爬一下楼梯。这儿还有人用粉笔画的一个蝴蝶。哦，这只画的还不错。还有一个七星瓢虫，这边还有什么毛毛虫，估计是来这儿玩的小朋友画的。来，上去吧，我们走一次楼梯。哎呀，还可以啊，爬。
那边有好多车，应该是有一个棒球的比赛或者训练。我发现这种草啊，不管是哪个公园还是我家后院，都特别多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们管这东西叫狗尾巴草。你们看看，跟狗的尾巴像不像？看那边金黄色的一片，又是这种草。它整个上边都是种子，这明年又会长出一大片来。看看它伸着个大舌头，喘着粗气。休息一会儿啊。那边远处应该是一个爸爸带着孩子在玩球。这边的体育场，如果平常没有活动、没有占用的时候，那就随便来玩吧。我们也是经常带着孩子过来踢踢足球什么的。每次看到这么大的场地都没有人用，就想起我们小的时候想踢球，找一块场地稍微平整、适合踢球的场地，那叫一个难呀！好多时候都是好多人凑在一起，只有很小的一块地方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篮球场踢过足球。小的时候那些篮球场呢，也都是比较简易的那种。但是打篮球的人在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踢足球的多，所以经常就会有在篮球场踢足球的，踢那种小场。这种场地它主要是以橄榄球为主，这是橄榄球的球门嘛。然后两边对着放的那种小球门就主要是用来练足球，还有其他球类的。马路的对面是一望无际、看不到边的玉米地，现在也都黄了。路上还有骑自行车的。我每次开车的时候看到骑自行车的，都觉得他们真的好危险。很多小路上啊，虽然是没有什么汽车，但是车道毕竟是比较窄，总觉得这公路骑行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危险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种跑山的这种山地骑行的，其实危险指数更大。那个骑着骑着就骑成极限运动了。这边这种小房子都是他们装体育用品的、体育设施的东西。那边还有那种 shelter， 可以在下边吃饭呀、烧烤啊。他可能有点嫌我走得慢了，一跑起来就兴奋。哎呀，现在的天气也好啊，景色也是很好啊，真的适合在外边玩啊、旅游什么的。这边就是它这儿比较正式的体育场了，看看上面都是有灯的，比如打比赛啊、训练，晚上也是可以的，还是非常亮的。这是一个场地，那边还有，看好多好多的灯，这还有一个美国国旗在挂着呢。这应该是好多人在打比赛呢。看现在的国旗，还是能感受到今天的风力的。左边这儿还有一个，这也是比较正式的体育场，都是有灯的那种。活动看起来是结束了，已经是没有人了。今天人少，就剩下右边的这一波了。看台上好多的家长在那儿看呢。那卖豆豆呢，现在的球类就是一个踢足球，还是那种随意踢的，也没有想参加什么比赛之类的。后边还得想想看看让他们搞点什么活动。这边有小孩玩的这种滑梯呀，还有其他的秋千呀什么。那边还有攀岩的，也是小孩玩的那种，还有大的滑梯啊。这儿还是有一些人在玩的，都是家长带的小孩。这也是卖豆豆小时候特别喜欢的地方。我就不往那边走了，这 Maxim 看着有点兴奋。好 ，Maxim， 咱们从人少的这边走。他又听见其他的狗在叫了，这家伙，那有一个小朋友。这边这草地上有这种东西，这应该是他们小朋友在，也不算小朋友吧，大一点的孩子玩橄榄球训练用的。这有一排休息的桌子，左边的这里是一个篮球场。这个公园的篮球场，我觉得是常年没有人，我很少看到有人在这个篮球场打球。你不进去了，这不是你进去的地方，走吧。这里边停车场也是挺大的，能停好多车。但是每次这打比赛的时候，就门口这地方的停车场也都会停满。还有就是现在远处那个地方也都会停满，其他地方那肯定是什么时候来都没什么车。你像前边稍微离开那一点点，这一块就没什么车了。我估计是不是远处就剩下我那一台车了？看，还真的是就剩我那一台车了。有一个小孩，是小孩吧，在骑自行车。
不是小孩，是一个老人，年龄还挺大的。Maxim 到咱们车上了 ，Stay， 这样才是 good boy 啊。看了一下，带着他是走了3.32公里，3294步，用时44分钟，还是挺慢的，消耗了367千卡。刚才他喝完一点水之后，又去尿了个尿。等会儿回家看看他能不能把剩下的饭都吃了吧。今天的运动量应该是可以了。我还在想怎么训练他的事儿，感觉他每次一出来呢，就还没有那么听话，经常都不听指令。好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又在那儿扒着看呢。到家了，给他摘下来。他这是对什么都好奇呀。看到那边有一个纸板被吹起来了，赶紧就跑过来看一看。今年是风太大了，这些都被吹起来了。还是暂时找个东西压上吧，这种硬纸板就怕干了之后刮大风。刚才是快要到家的时候，有一辆车带着拖车跟得我特别近。我因为要左转嘛，所以提早就打了转向灯，提示他你不要跟我这么近了，我要左转了。结果呢，我转到小区里边之后，他从旁边过，还滴了我一下。我现在就觉得这些人真是莫名其妙、不可思议啊！感觉这些年呢，美国社会也是这路上有戾气的人呀，或者莫名其妙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。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情况，感觉跟前几年，尤其是我10多年前刚过来的时候，这差异还是挺大的。嘿 ，Maxim， 看看谁回来了。Maxim， 看哥哥他们，哥哥回来了。Maxim 接你去了，麦麦。爸爸带 Maxim 去跑步了。他真的跑步去了？对，他跑得可快了。豆豆，你真棒。Maxim。咱们活动时间到了啊，准备开始跑步。来，豆豆、麦麦，准备好了吗？1、2、3 ，Go！ 工具房啊！看 Maxim 跑多快 ！Maxim 应该是会第2，一直第2，不管谁第1，他都会第2。好。Maxim 果然是第2，他会跟着第1个是吧？我是。你是第1，行。他的臭臭在这边，他自己不会踩到吧 ？Maxim 一天活动了1天，终于拉臭臭了。他昨天拉了3次。豆豆在前边，各就位 ，1、2、3 ，Go！ 不管我们跑多快，他都能追上。你看。不管我们跑多快，他都能追上。哎，这次 Maxim 第3。第1名。好，行。第2名。好了。这 Maxim 还剩下几个豆子，可能是今天的晚饭里边是缺了肉了，今天没有时间给他做。就是菜、鸡蛋和狗粮。来了，夹子 ，Maxim back，你先看看吧。Maxim， 你不要动啊。Maxim， 你看，还有夹子啊。Maxim， 夹你鼻子。掐鼻子喽。豆豆啊，在干活呀，这么棒。好，真是好孩子，真是好孩子啊！到时候把它装到袋子里就行了。Maxim 可能也累了，这差不多就是他1天的活动了。晚上呢，他可能还是要再吃一点点东西，吃过之后，再带他出去尿个尿，基本上就可以睡觉了。麦麦可以帮妈妈干活了哈。1，真棒。
也有4个人。剩下的都让豆豆拿吧，麦麦好拿吗？不来。你再拿一个，然后豆豆拿吧。哥再拿一个，剩下你拿，好吗？我就想拿就拿。好。看今儿这一天活动量大了，给他累的，回家就躺着睡觉了。看看这个大宝宝抱着小宝宝，这2个人。麦麦，你来了之后 ，Maxim 本来想着好好休息，现在也休息不成了吧？他开心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他还是挺喜欢你的，搂他近一点吧。你跟他说 Maxim 看的，不知道，他是自己。他自己会答是吧？摸你脸了，好好玩。他真是累了哈。要是平常的话，像 Max 跟他这样玩，他早就起来了。今天都懒得动。